大家好，我是张大刚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分不清谁才是主角还打不死人的热血格斗番《刃牙》。上集说到，奥利巴协助警方逮捕了希克尔斯基，却在警局遭遇到穿豹纹内裤的朵尔的偷袭。警察局长原田请来色川赶场子没赶上，奥利巴反倒和色川对峙干了起来，想要用自己的肌肉试试色川的力量。但面对自信满满的色川，奥利巴似乎起了退缩之意，立刻爽快的认输道歉，并要和色川握手。没想到色川刚握上去，奥利巴手上青筋暴起，色川面上丝毫不慌，一个巧劲儿就将奥利巴推倒在地。奥利巴心头大惊，现在是真的服气了。另一边，朵尔逃出警局之后，来到地下道，思考着和奥利巴今天的战斗。随后为了逃票，直接扒在了地铁的窗户上，属实看呆了车内的老实人们。色川的和气流柔道是警察官方的必修课程，而且色川本人还负责指导逮捕技能，但他仅凭一只手就将壮汉奥利巴治得服服帖帖的操作，还是属实看呆了原田。路过柔道场的时候，奥利巴来了兴趣，放出狂言说自己虽然没练过，但是轻松拿个金牌什么的一定没问题。色川一看哟呵，小伙子这么狂，那他不得借此机会给自己挣点面子，于是就将奥利巴带到柔道场内。但即使是最大号的柔道服穿在他身上都显小，一身的肌肉看得众人是冷汗直冒。奥利巴表示自己一定会在今天拿下黑带5段，但要拿到黑带必须得经过官方的测试，不单单是靠蛮力就行的。原田决定先让奥利巴试一试，首先出战的是个自信满满的光头，他直接上前揪住奥利巴的衣领，奥利巴有样学样也揪住了光头的衣领，两人都在默默的发力僵持。但随着奥利巴手臂上青筋暴起，光头再也支撑不住的被摔倒在地。下一个应战的是警局个头最大的壮汉，没想到人刚站定就被奥利巴拽住领子，轻松的拿在手上挥舞起来，一边爱的魔力转圈圈，一边朝原田大喊，要是他打赢了所有人就要给他黑带哟。紧接着单手就把260斤的大汉甩在天花板上，但原田却并不承认奥利巴这次的胜利，因为柔道必须让对手背部着地才算赢，于是比赛还得再来一次。大汉被吓得满头大汗，但为了警局的面子，还是得爬起来拽起奥利巴的领子，打算来一个背摔，却没想到奥利巴纹丝不动。此时大汉感觉自己不是在摔人，而是在试图拉动一棵粗壮的参天大树。紧接着奥利巴单手揪起大汉衣领，轻松把人背部朝下摔在了地上。这一下原田只好硬着头皮承认了奥利巴的胜利。奥利巴势如破竹，接连摔飞场内的所有柔道高手。色川简直没眼看，跟原田说赶紧把黑带给他玩玩得了，丢不丢人呢？说着秒换衣服，决定自己上。瘦小的老头和1.8米壮汉站在一起对比太过鲜明，但奥利巴知道色川绝对不是好对付的，他伸手拽住色川的衣领，轻松将其一个扔出。但就在落地的瞬间，色川立刻变换身形，稳稳落地。奥利巴也爽快地表示自己放弃黑带，因为刚才那一下他的手腕就被色川弄断了。色川玩得还挺开心，于是把自己的黑带扔给了奥利巴，这可是正经的权威认证。神心道场内，一个长发男人轻松地摁碎了手下的篮球，手下从3个方面朝他扔出篮球，还没近身就被他直接切碎。男人叫高茂生，是斩击空手道腹牛流派的武道家，他的决战断线斩能够轻松切断牛的神经，甚至就连薄薄的纸都不在话下。他受邀来到神心会做特殊指导，不要报酬，只想要知道那些死刑犯们的下落。因为之前地下竞技场的落败，他没有被德川考虑进对敌队伍中，一直觉得丢人。碰巧朵尔的行动还真就在神心会的监视之下，克斯也乐意找人掺和进来，于是将阿生带到了朵尔居住的酒店。此时的房间内，朵尔只穿着内裤展示自己浑身的机关。美国陆军大佐看着都疼，问他不会影响自己的日常生活吗？朵尔告诉他，机关的开关在手指的内部，只要不启动就没问题，而且这在职业魔术里非常常见。用手往空杯里倒酒，把手指当成烟斗的原理其实非常简单，他们都在自己的身体里通过外科手术埋下了管子，更别提他这种穷凶极恶的死刑犯了。不过你这也过不了安检吧？怪不得之前逃票呢。朵尔对着大佐一拳挥出，旋风直接吹飞了他头上的帽子，大佐顿时吓得满脸冷汗，看来朵尔的能力远不止于此。此时门铃响起，大佐前去开门，结果刚捡起帽子，阿生就出现在他的面前，一把将人推开之后，正是找上了朵尔的麻烦。兴奋的阿生一脚直击朵尔的咽喉，力道之大让他的脚都在冒着热气。朵尔被踹得在地上不停的翻滚，被脚气熏得半天喘不上气儿，太卑鄙了，居然还自带毒气。朵尔缓了一会儿，走到阿生面前，开关启动，直击阿生动脉，但阿生比他还要快，对着朵尔的咽喉又是一击，这力道简直就是不给人喘息的机会。画面一转，来到刃牙这边，他正和女朋友烧江在河边打水漂，烧江开心的样子丝毫看不出他刚被人家扒了衣服绑架。刃牙疑惑烧江遭受了那样的待遇，为什么都不生气？花山突然出现在两人身后，他问刃牙是想要烧江还是只想要女人？如果只想要女人，想要什么样的他都有。被激怒的刃牙挥拳朝花山打去，却反被一脚踹进了河里。烧江忽然拽住了花山的衣服，非常不爽的一脚踹着花山，从头到尾都没有注意到他，还当着自己的面要给
给她男朋友找女人。男人心里想的从来都是怎么变强，从来没把女人放在心上，凭什么自己就要被忽视？刃牙吓坏了，赶紧把烧姜拉开，生怕华山一个不高兴把自己老婆弄死。烧姜坚定地盯着刃牙，他已经不能再认输了。最强和最爱比起来算个屁！华山没有生气，而是让刃牙在最强和最爱之间做出选择。结果被烧姜扔了石头，刃牙没有回答，但华山已经明白了，揉着被狗粮砸疼的脑袋离开了。酒店这边连续2下攻击，打得多尔倒地不起。不管多尔站起来多少次，他都能轻松命中咽喉，让他继续躺尸。但就在阿生把人翻过来打算拖走的时候，多尔突然举起了自己的右手，机关一扣，他的拳头猛地爆发出巨大的力量，瞬间把阿生轰飞了出去。受到重创的阿生居然忍着剧痛，又把被轰脱臼的下巴掰了回去，再次摆出了攻击的姿势。而多尔也活动着手指，开启了自己身上所有的机关，一步步朝着阿生走去。阿生浑身冒汗的严阵以待，但就在即将进入他攻击范围之内的时候，多尔突然停住脚步，一动不动。阿生顿时慌了，思考着多尔要用什么部位对他进行攻击，紧接着大吼着扑了上去，却没想到多尔手指一动，巨大的爆炸声从他胸前传来，鲜血四溅。阿生浑身冒着白烟，被轰飞了出去。多尔居然在自己的胸口藏了炸药，但他自己因为穿了防弹衣，毫发无伤，居然连炸药都用上了。大佐怒斥多尔，这根本就不算是格斗。多尔非常淡定，他本来就不是格斗家，对于他来说，不管用什么，只要能赢就行。当然，对面要是用核弹，他也无所谓。自己绞尽脑汁都无法获胜的败北，才是他渴望的败北。晚上，刃牙躺在被窝里，想着白天发生的事。烧姜偷偷开门进来，然后脱得只剩内衣，钻进被窝，抱紧了刃牙。刃牙当场宕机，根本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。刃牙，你行不行？不行，起开我来。好不容易鼓起勇气，转过身，轻轻一抬头，他老爹笑得一脸猥琐，站在他的床头。这一下，属实把刃牙吓得魂儿都飞了。什么玩意儿？怎么还偷窥儿子睡觉呢？永次郎毫不留情地嘲笑刃牙怂包，送上门的老婆都不敢抱，怕不是要载入生物史史册了。当然，永次郎也没有闲到打断小两口亲热，他告诉刃牙，禁欲是得不到力量的，想要变强，就要一刻不停的成长，没日没夜的成长。一连串过不了审的词儿，听得刃牙一愣一愣的。最后，永次郎表达了对儿子的祝福后离开了，剩下懵逼的小情侣也没了亲热的心思，于是约定2人下次见面的时候一定要一起成长。这天还没亮呢，2位就真的不打算做点啥了。中国餐馆里，一位2米高的壮汉用了10秒吃完一整只烤猪，然后走到了烈海王面前，端详了半天，烈海王才认出眼前的正是刃牙同父异母的哥哥杰克，一位用非常极端的药物改造和训练，将自己变成肌肉壮汉的狠人拳击手，也就是刃牙当时角色的对手。最后，刃牙打败了杰克，成为冠军，而多年用药的副作用也彻底击垮了杰克的身体。但令人奇怪的是，此时的杰克甚至比之前更高更壮，仿佛换了个人一样。这真的是杰克吗？烈还在怀疑，杰克已经离开了。被多尔重伤的阿生被送到医院治疗，他的哥哥是世界名医搞红叶，能够将医术和格斗互相配合，摧毁人体。看完了阿生的情况之后，红叶找到了生啃剔骨牛排的杰克，希望他能够帮自己的兄弟报仇。原来杰克能长这么高，是因为做了骨头延伸手术。骨头延伸术一般是用于治疗软骨发育不全和粉碎性骨折的患者。当时身受重伤的杰克要求红叶给他的4肢8个方向全部做延伸手术。这种手术虽然能一天让骨头生长0.5毫米，但是过程却极其痛苦。杰克用了1年的时间，长高了20公分，身体也更加的强壮了。杰克表示自己对兄弟情不感兴趣，但一定会帮他报仇。商场里买东西的烈还在想着之前遇到杰克的事，结果一抬头，好巧不巧遇见了同样来买东西的多尔，场面一度十分尴尬。2人打也不是，不打也不是，就这么在电梯里瞪着。于是2人相约酒吧，喝光了杯子里的酒之后，战斗开始了。烈和多尔到底谁能获胜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